本节目由滴滴精酿特级鲜香贝士达品牌赞助播出。谷物庞大的族群里，除河谷、豆类、鼠域之外，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。他们以种子或果实的身份，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，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。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，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。嘉兴水网密布，湖荡相连。有吧？一定有。费彩星一家枕水而居，靠水吃水。白露时令，暑气还没消散，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就乘兴而来。元宝般的体态，雪白粉嫩，这就是菱角米。只需一把香葱，水香的滋味就彰显出来，脆生生，妙不可言。老张做水产生意，每年这时候都会开车来找帮手。上来。费阿姨和同村姐妹陆续加入，赶着夕阳去往千亩荡。装束齐整，有小船。
形态圆润的南湖菱尚未完全成熟，果壳更容易打开。处理后的菱角米是江南菜系的节令食材。和同为水八仙的莲藕芡实搭档，滋味淡雅，素净洁白，历代文人喜欢引以自夸。与蟹黄、蟹膏、蟹后浓墨重彩下，菱角更像一笔清丽俊逸的水墨，楚楚可人。跟多数地区只在端午享用粽子不同，江南的粽香飘四季，加入菱角是初秋的提示。剥开糯米猪肉的重围，褪去生脆的果鳞，似有若无，如同梦境。在鱼米之乡，菱角的地位曾与稻米比肩。传统农家的灶间里，这个组合依然延续。肥鱼更多的五花肉，烘托菱角和稻米的香甜。奶奶，你们家脏好了吗？马上就好了。费彩兴家原本也种菱，儿女成家有了第3代，他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孩子。中国种到年3年了。那是你没得这个。新石器时代开始，长江中下游先民就把菱与水稻当作互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谷物世界的丰富远超我们的认知。从江南水乡到北国森林，饱含淀粉的神奇子实总在吸引人们的脚步。小曼，你还在玩了？不要成天玩手机，起来赶紧回去起来。近段时间雨水多，李玉琴催促一家人抓紧最后的采收机会。拿篓子，那个拉过，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行。走，奶奶来了。小曼，快点，别懒洋洋的。哎呦，真是我都放假了，你还让我这早起来。你老大爷都收起来了。由潮白河谷往山海关，地质结构复杂多样。燕山一带是落叶果树的重要分布区。早熟的栗树已经收完，李玉琴承包的100来棵老树，果子才刚刚绽开。用竹竿敲击树枝，长满尖刺的栗棚就掉落下来。还好我会挂了。取决于授粉的机缘巧合，栗棚中的栗子没有定数。夹了。对，就这么夹。捡了多少了？好多呀！没长成的栗子，当地人叫栗雅子。栗雅子还有用呢？有用。收集起来的栗雅子可以给小孙女做个沙包。
咱俩水包的多，今天啊。圆中带扁的板栗，原产于中国北方，2000多年前就扮演着谷物替代的角色。巴山密林，同属壳斗科的橡子也有相似的经历。隐居山林的人们，依然会在深秋季节采食橡子。要准备的看，好点推啊，俺这推完啊。好，你管的好，我都摸的好。作为食物补充，橡子被开发出多种吃法。它的淀粉中有60%支链淀粉，加热，粉浆逐渐粘稠，盛入碗中，等待时间的磨法。放凉凝固，变成深棕色果冻状，丝滑中潜伏 Q 弹。淋上滚烫的辣椒油，橡子凉粉被赋予泼辣张扬的风味。切薄片晒干，能延长储存时间，当地人叫橡子皮。用它涮火锅，筋煮耐嚼，可以吸纳千般滋味。与腊肉爆炒，两种迥然相异的韧性牙感，形成微妙的互动。比起处理橡子的复杂工序，栗子让人更容易亲近。忙完一天，李玉琴要用最新鲜的栗子犒劳全家。看看水开了没有？快了，都开了。热水快焯，罗衣清洁后，质地珠圆玉润，味道甜糯甘香。这是长城脚下的人们最骄傲的物产。鸡肉先猛火急攻，加栗子，再细细微炖。碾成栗蓉，细沙般的口感，香甜不腻。慢炖让风味物质反复置换，富含淀粉的板栗吸足鸡肉的油润，一时间荤素莫辨。尝尝板栗。果腹的功能已经远去，但治愈而美好的滋味，让它风靡至今。糖炒栗子的焦香弥散城市街头，这是中国自北宋就有的市井风情。厨师广坦来自法国，每到秋天，他都会被这种风味深深吸引。这样的，来自哪里呢？
你真的谦虚的。好，谢谢。法餐中，板栗的运用也很常见。经典的洋葱汤，以南瓜或土豆搭配，都不如秋天的板栗来得浓郁甘甜。另一道更受欢迎的法式甜点——白兰地糖浆浸透的栗子，放置于奶油冰川内。栗子泥装饰出陡峭的崖壁，糖粉化身白雪，人们以阿尔卑斯主峰命名它——蒙布朗。广坦的工作是菜品研发，如何获得更张扬的栗香？受糖炒栗子的启发，他想到了聚集风味的栗壳。先烘烤，再煮水，提取出松木、豆类和水果的香气，加上醇厚的香草籽。冷热交替，反复历练。栗仁脱胎换骨，呈现琥珀般的光泽。原本要咀嚼才能滋生的香气，直接在空气中绽放。新版糖渍栗，风味鲜明的登顶。来中国10几年，栗子总伴着广坦的秋冬。圣诞节快乐！我是广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横断山脉，被江水切割成蜿蜒的峡谷，山间的环流风与极致温差，让漫山遍野的荞麦在一夜之间开花。荞分甜苦，未成熟的甜荞白里泛红，苦荞碧绿油亮。12月初，李扎拉家的荞麦要收获了。有一些植物并不在禾本科之列，但种子依然被当作谷类作物食用，它们被称为类谷物，荞麦就是其中一员。各自成家后，李家兄弟仍然居住在一起，3家共同打理4亩荞麦地。拉祜族的这种传统家庭生活方式，更适合田间协同劳作。荞麦2个多月的生长期和对山地环境的适应能力，让这里的人们对它青睐有加。棱锥形的甜荞，俗称3角麦。苦荞圆润，腹沟较深，有特殊的清苦与回甘。
拉祜族人用苦荞酿酒，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更多集中在东亚、南亚的高海拔地区。相比之下，甜荞更利于形成稳定的凝胶结构，因此能制作更丰富多样的食物。在云贵川交界地区，人们把甜荞先做成面糊，面浆随指尖舞动，流水行云间，织就经纬错落的面网。与香料、辣椒和蒜水搭配在一起，这种小吃叫花粑粑。无论是单独享用，还是包裹牛肉、鸭肉，都能网罗千滋百味。哦，好你家。哦，没加没加。冬天是属于荞麦的时节。丰收过后，比邻的3个厨房升起炊烟。苦荞的苦味儿来自芦丁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的物质。做成口感扎实的粑粑，李扎拉夫妇用芭蕉叶包裹，在火塘上烤制。二嫂更喜欢直接油炸。味道艰涩的苦荞也许知音甚少，而甜荞以它的亲和力，一路走得更远。Ready, go！ 54岁的柴田章，曾是业余腕力比赛的冠军。如今，他经营了一家荞麦面馆。本州岛内陆气候凉爽，昼夜温差悬殊，从中国传入的荞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。有记载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。另一场斗腕角力即将开始。这次对手是荞麦，柴田知道一旦发令，就不能有片刻懈怠。そばは時間との戦いです。荞麦缺少小麦特有的面筋，几乎没有弹性和韧劲儿，因此大部分荞麦面需要加入小麦粉帮助粘合。但是柴田的面团只有荞麦粉，制作的面条日本人称为石歌荞麦面。过人的臂力发挥了作用，但技巧也不可或缺。凭借20多年的身法和经验，柴田明白，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。不出意料，柴田又一次赢得这场较量。
处在东北亚通道的沿边，这里的朝鲜族酷爱另一种荞麦制作的面条。赵凤善的后厨夏天是最忙碌的时候，荞麦和其他谷物淀粉充分搅拌，压成柔软的面棒。顶部加压，让面均匀地从孔隙中挤出，入滚水，迅速定型。只需一捏，赵凤善就能判断面条的火候。洗面是核心技艺，动作轻柔果断，活水流动，降温使面条紧致的同时，洗去多余淀粉。 면이 온도가 차차 낮아지고 식감이 더욱더 쫄깃해집니다. 冷面韧劲儿十足，要借助利刃切断。丰盛的菜码为冷面加冕，烫嘴的锅包肉是黄金拍档。 延吉冷面的精髓，在于一勺带冰碴的牛肉汤底。柴田煮面也需清洗，荞麦面一折断，但在柴田的手下已经变得筋骨矫健。 吃延吉。烘烤后的苦荞粑粑，像新茶般，带着清苦的香气。大家庭的3个厨房，食物最终汇聚一处。 粑粑的苦，裹着蜂蜜的甜，一如辛劳的耕作和丰厚的收获，甘苦相伴。像祖先一样，他们用新酒和芦参庆祝丰收。与主流谷物相比， 荞麦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它和与之相伴的生活，却是独一无二的珍贵。村落还未苏醒，家庭油坊就已经开工。 除了从谷物中摄取淀粉，人们还能获得宝贵的油脂。通体黝黑，种粒较小，这是葵花籽中榨油的品种。
被炒，使水分蒸发，油脂与蛋白的紧密结合被破坏，风味呼之欲出。趁热研磨，再用高温蒸透，脂质逐渐游离。施加足够的压力，汇聚出浓稠的金黄色液体。葵花籽仁中的油脂占比多达50%，油体澄澈透亮，充盈谷物与坚果的气息。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，土地肥沃，灌溉便利，是农作物理想的扎根之地。清亮的油脂在植物的花期就开始酝酿。向日葵因为花序烛光生长而得名。5000年前，最早由印第安人在美洲种植。云小成和陈丽生活在河套地区，他们把最大的地块留给了向日葵，家里种粮养羊，日子还算不错。历经4个多月，大地褪去盛装，变得雄浑深沉。花盘已经晒干变脆，轻轻敲击就能震出籽粒。现在是丰收最欣慰的时刻。收完葵花籽，秋天过去了一半。是这样挤，这让来。在鲜羊奶中加入一点梅子酸粥的汤汁，播撒自然发酵所需的微生物。葵花油清澈内敛，有暗香浮动，适合烘匀托月。河套地区盛产优质小麦，雪花粉邂逅葵花油，本地物产的香汇，即将促成一道节令美味。
馅料有花生碎、红白糖和芝麻粒，当然葵花籽是最重要的。最早，北美印第安人将葵花籽视为谷物的补充。今天，中国人也把它作为零嘴和糕点的搭配。馥郁的汁香在时空两端遥相呼应。农家自制的月饼没有一定之规，但总会装进丰厚物产和最美好的愿望。妈，锅热了吗？热了呀。哦，那就拿好了。几味香料，一抹粗盐，煮到入味，烘干，就是五香葵花籽。哎呀，挺酸的。酸羊奶也做成了，撒几粒葵花籽仁，柔顺的乳酸中跳动着轻盈的焦香。葵油烙的饼可香了，月饼熟了。黄河边的中秋夜，一家人围坐，屋内飘着葵花仁的香，窗外洒满圆月清辉。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惊天动地，但充满希望。还有一种类谷物，差不多与向日葵同时来到中国，却一直没得到普及。想见它的真容，需要等到年节时分。乡间集市，人们采办年货。范叔的摊位有些独树一帜。你的湖的特产花旗头啊，又好吃又好玩啊！俺进来买花旗头啊，花旗头啊，林子湖的特产花旗头啊。为赶上年前最热闹的集，范叔和老伴儿3天前就开始准备。夏种冬收的胡萝卜，糖分最多，一锅50斤，用来熬糖稀。这种苋科作物的籽粒是世界上最小的谷物之一，中国人称它千岁谷。因为种皮艳丽，一度被当作观赏之物。都好看的。每1000粒种子重量还不到1克。成熟后易掉落，不便收集，一直没能成为粮食。这正是范叔要加工的材料。脱壳后炒制是个技术活，火候不到，不爆花，稍一迟疑又容易焦糊。老伴儿掌舵火力，范叔只用一把小吹肘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。
做了30多年了，我是吃头汤了。加热中，千岁骨体内水分气化，大力冲破外皮，绽开瞬间，糊化的淀粉遇冷浇固，米花像云朵般蓬松轻盈。没敢记得吗？每年冬前，弟弟一家都会来给范叔帮忙。唐熙倒进米花，不停搅拌，每一朵都裹上甜蜜。春木雕刻的模具，合起来是一个球形。抄起米花，调准角度，旋转之间，团成圆润饱满的米花球。高粱秸秆染上艳丽的色彩，串联起欢喜和团圆。这边穿暖和吧？赶明日不敢这边。千岁骨自美洲传入中国，一直没有广泛种植。范叔留了3分地给他，只为每年做一次欢喜团。植物的传播往往机缘莫测，另一种苋科作物却有更加跌宕的传奇。安第斯山脉南部高地植被稀少，有一种谷物却从这里发源。卢佩婶婶是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女士，印第安艾马拉族人聚居在这里。图努帕火山脚下，静卧着地球上最大的盐湖。一种绚烂多彩的谷物，植根火山与盐滩创造的特殊土壤，谷穗上颗粒茁壮饱满，藜麦已经成熟。艾马拉族认为女性有更敏锐的感知能力。卢佩在收获前感谢大地的馈赠。藜麦是浅根系作物，茎秆高达1米，轻轻一带即可离土。这是收获的季节。向北500公里，
马西亚把另一种苋科植物籽粒带回自己在拉巴斯的餐厅。游学北欧的经历，让他对玻利维亚传统食材有了新的诠释。奶油衬底，藜麦等苋科籽粒汇聚一盘，用高山糊糊的藻类点缀，藜麦有糙米的口感和余味。全球海拔最高的首都，一座能触及云彩的城市。街头售卖的早餐是当地人偏爱的藜麦苹果汁。在温热清甜中，能依稀感受谷物的细小颗粒。受街头小吃的启发，马西亚将白藜麦粉碎，借鉴东方豆制品的加工技法，做成豆腐状。谷物化为无形，但风味如影相随。500年前，当欧洲人来到这里，藜麦逐渐让位于小麦等其他谷物，但艾马拉人一直没有放弃。卢佩和女儿把南瓜、蚕豆和洋葱炒香，反复淘洗，去除藜麦表面的水溶性皂苷。加入羊驼肉汤，用红陶锅熬煮。男孩们负责烧烤，根茎作物也同样不能缺席。煮到半透明，藜麦粒粒蓬松。种类缤纷的谷物是卢佩一家的日常餐饭，在他们心中，藜麦是粮食之母。半个世纪前，藜麦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机。高含量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，让它变身健康饮食的宠儿，甚至成为世界性的食材。雨季过去，湖水干涸，盐沼仿佛没有尽头。Aunque te he dicho a ver, la leche con su lágrima se ha mezclado. Por eso este salar existe aquí. 几乎在中国人栽培水稻的同时，南美原住民开始种植藜麦。也正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，这种谷物才得以延续至今。天地不舍万物，谷物和人一起成长，共同繁衍。平常的种子，历经万年岁月，养育了全人类，创造出非凡的奇迹和人世间的万千风味。
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